大家好，本人是陈荣宇。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学会命相谱的关键这个是一般的老师他不会告诉你的秘密。好，那我现在把它公开啊。为什么他们不会告诉你？那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子做的你看了就知道啊。这个是很多学命相谱的人的一个共同的心声。说我学了3年了，为什么只学到皮毛？然后老师居然拒绝回答我的问题。花了大钱学了，结果还是一头雾水。老师教学绕来绕去，还是听不懂。这个我相信你如果在外面，跟大部分老师学习你都会有这些的疑惑那这些情况不仅你遇过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那作为一名武术老师我看到太多的学员因为选错老师啊，走了冤枉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金钱啊，所以我才录这个影片来提醒一些你想要学武术的一些武术同好者好，那其实你想要知道一个武术老师他是不是愿意全盘教授的话，其实很简单哦。你只要从以下2点来看就知道了，没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多事情来让你那个伤脑筋的你只要注意2点就好了。第一个是这个老师他肯不肯倾囊相授。第二个，这个老师他自己的观念，还有他学的知识是不是正确？你只要这2点就好了。其他的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其他的你当然你不肯学，你不认真，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你如果没有问题，然后老师符合这2个，那就一定可以学得成啊。那这2个怎么看出来？其实很简单的老师他肯不肯倾囊相授的关键在于什么？在于老师愿不愿意回答你的问题，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命相谱它是一门很独特而神秘的学问，跟一般的学科它有很大的差别。那最大的差别在于说，命相谱它是保密性和专业性的为什么？因为你像一般的像数学、物理、化学那一种那种专业科目，那个你在外面的书你都可以看到很公开的资料，但是命相谱的资料，外面公开的大部分都是错的这你如果是我的学员的，应该都知道相比于其他学科，命相谱的知识往往它不对外公开，而且充满众说纷纭的传闻和秘密技巧比如说我们用风水来看风水你看坊间盛行的派别少说有1、20派啊，那你怎么可能1、20派都对的？你这是不合逻辑的，因为每一派它的理论都不一样这一派说好，A 说好，B 说不好，C 说不一定或怎么样，这样子每一派都不一样，那你怎么可能每一个派别都对的？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一定大部分的派别都是错的。那错的派别为什么他还可以在外面招生、写书写那么多让一般人这样子花那么多时间金钱去学，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这些你都要透过正统的师承才能够真正掌握到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的学员他问我的问题那这些是要干嘛？这是要证明说我每个学员问我问题我从来不会拒绝因为我们刚讲过他要倾囊相授的第一个关键点在于他愿不愿意回答你的问题那这个是我的学员问的，我随便举这些例子这
我的学员很多，问的问题很多啦，我没有时间一个一个截出来给你们看哈。那你们看这个就是我跟他回复的28分33秒他问问题，然后我就会用电话回复，或者是用文字回复。文字回复的那个因为涉及到一些机密的内容，所以我不方便揭露出来所以我只揭露我这种就是你看他这个就是问问题用 Word 档整理的然后你看我回答他的问题他打来回答我很多问题像这个都是都回答20-30分钟也有9分多钟的20几分钟的都有这个都是然后我会跟他约时间然后很多啦你看这个也都是这个都是那我举一个这个例子你看这个是他从2017年7月20那时候开始问我他是这时候开始买的嘛那你看在期间到2023年，你看问了6年问了6年都还在问，然后我都回答。你看这个是看我搜寻他的那个问我的你看我搜寻语音这个，他就这么多问了这么多次，那我每次我都很耐心的回答我相信外面很少老师可以像我这样子的啦你们如果有在外面上过课的，你就知道了啦那没上过课的话，你们可以去打听一下那为什么我会这么做？那当然就是因为我要倾囊相授为什么其他老师他不肯教你？因为很简单因为他第一个他害怕竞争嘛在我的学院一开始跟我学的时候，很多也会想这个问题，说奇怪为什么我会倾囊相授？为什么我不怕说让他们学会了之后来跟我竞争一般老师都会怕因为他们担心你学会了会抢他的市场因为他们都是面授班，面授班有一个地域性的缺点，比如说他在台中上课，那去上课的大部分都台中的人那台中的人以后出来职业，就抢他的课，抢他的那个客源那像我的话，我是用函授班为主，所以我的客户是全球性的，那我也不怕他们跟我竞争竞争越好，那这样子我才能够更进步。但是一般老师他不会这么想再来当然是我们老师那个以前我上阳仔风水幻龙达老师他就是会跟我们讲我去上他的课时候他在现场在课堂上就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如果要尝试的话，那就不要出来教那就纯粹服务就好了。那如果要出来教，那就不要尝试幻龙达老师也是这样子的人，所以他教我们的时候也都没有尝试，所以我教的时候我也不能尝试这是最基本的一种传承第二个是他自己理论不足，自己都没有很会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学没多久，经验不是很丰富就出来教或者是自己的理论根本都不对也出来教，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所以他就选择避而不答啊。第三个这比较少一点，故作神秘把知识包装成高不可攀的门槛其实这个都是套路嘛但是你如果看我的教材跟我学的那你就可以看穿这些假象，学到最纯正的知识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承诺这是我的承诺什么承诺？你看呢倾囊相授，教会你真正的命相谱我25年来我从2000年开始我2000年开始我那时候也是面授，我那时候在嘉义一开始我也是面授的，然后到2003年，其实2002年底2002年底我开始用那个那时候是 VCD 函授那你2000年到现在已经将近25年了现在已经2024年12月5号了嘛已经快25年了所以我们有这3个承诺全面揭秘武术真相，不藏私不保留让你真正学到全套技术再来我从不拒绝回答问题
无论学员的问题你有多细啊，或者是说多基本啊，我都会回答。哦，而且每个问题都是我亲自回答的，因为我的问问题的管道很多啦，哈，比如说 LINE 啊、微信啊、email 啊、电话啊都可以。哦，那有的留 LINE 或留微信、留 email 哈，有的我会没有看到，或者是看到哈，因为当下在忙，没有马上回，哦，然后就忘记了。哦，会有这种情况。哦，那个不是拒绝回答，那个是忘了。哦，因为我可能在看阳宅哦，或是有客户，我不方便回答。哦，那我稍微看了，我就想说我忙完再回答嘛。结果就忘记了，有这种的。但是这一种的话，只要他再把问题再发给我，或是有的会说老师，哎，我上次回的问题还没有回答。只要是他在提醒我，我就会回答。哦，那如果说有的问题真的忘记了，那他只要打电话来，我如果当下有空，我就当下回答；如果当下没有空，那我一定会跟他约时间。所以你们刚刚看到这里这里很多这个我都是约时间，有没有？我都会跟他约时间，然后用通话的这个没看到了因为约时间是在比较上面，我会跟他约老师8点语音吗？这个怎么样？我就会跟他讲说8点打给我然后就跟他讲这样子所以我从来不会拒绝回答问题而且每个问题都是我亲自回答的啊。好，那无风险退费保证就是如果你买我的教材，然后我拒绝回答你的问题当然这问题你不能说你买那个六爻，结果你问阳宅，那当然不行了而且你如果买，比如说假设你买阳宅初级班，那当然你就不能问师资班内容嘛你就只能问你买的东西，你买的课程，这很合理啦那你如果是买阳宅师资班的那你就是可以问阳宅师资班的内容啊这个很合理的你买什么班别就问什么班别的课程嘛如果我拒绝回答你的话那全额退费分毫不取这个很少老师敢这样子承诺的啦。好，那再来，你如何去判断一个老师他所学的理论对不对？刚我们不是讲说你要知道一个武术老师是不是愿意全盘教授的话，有2点。第一个是老师肯不肯倾囊相授。那肯不肯倾囊相授要怎么看？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看说他愿不愿意回答你的问题他如果连问题都不肯回答你，那表示他就是不肯倾囊相授啊。回答问题这个是最基本的。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表示他就是不肯倾囊相授。再来第二点，这个老师的观念正不正确啊？知识他学的知识正不正确啊？那这个怎么看这个是我问 GPT 的啦。他提供了这6点，但是其实这个像1、2、3、5、6这5点你都不好印证。最简单的是第4点，这一点这你看1、2、3这个你看深入了解他的背景和资历，你怎么深入了解？你怎么查证他的理论来源？这个很难呐最简单的就是这第4点这个那第4点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假设是阳宅，它就必须要有这种大量的阳宅调整实力。那如果是比如说六爻无能胜卦，那它就是要有一些六爻无能胜卦的一些实力然后公开出来让你去印证，尤其是阳宅的实力。有些老师他就有写说，我什么哪一天去帮谁看阳宅，写这个没有用啦。这个你看完之后看有没有变好，你怎么知道？看阳宅每个都嘛可以看啊，问题是看了之后看有没有变好啊？然后这个网址这个是我官网等一下我给你看这个是我官网上的例子那你怎么样去判断说这个老师他的风水案例是不是真实的？简单讲，要有这两个具体的那个事实比如说第一个你要有详细资料和具体情况啊
哦，你不能写说啊，我去帮什么人看，我去帮什么可口可乐公司看，帮麦当劳公司看，这个每个人都会写啦，说什么我是什么上市柜的一些什么公司的什么什么，那个每个人都会写啊。问题是你要具体详细写出来说你帮人家看的一些情况啊，对不对？哦，那真实的案例通常会提供清楚的资料嘛，比如说房子的地址啊、平面图啊，因为房子地址你这样子才有卫星图，对不对？平面图，还有住在里面的人过得怎么样啊，什么情况啊，对不对？这些资讯能够让人相信这个案例是真的，也更可靠。那你去看我的案例就知道，我都会尽量把这个地址平面图这些写出来，除非是那个客户他不让我写有的你如果想印证的话，你来问我，我会告诉你他的那个电话，你可以打去问他问他的地址、平面图还有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因为有些你在上面写出来你如果把全部那个数据写出来的话，有些人会还不胜还嘛，因为我里面像一个那个什么宝哥餐厅那个，他就接到很多去问他是不是真实的那个，是不是我调过之后就变成这样子的那个电话但是因为他人比较热情，他愿意回答哦，有些人他不愿意所以我就只能把一些他的比如说电话有几码隐藏起来，等一下你们看就知道了但是你如果想印证，你透过我那我就会告诉你那个他的电话让你去印证案例应该清楚说明风水调整前后发生了哪些事情嘛哪些事情是可以是生活变好了，或者工作顺利啦，健康状况改变了这些都要说出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风水案例好，这个就是我的网站嘛那你如果来我的网站，你点这个阳宅阳宅调整实例这边它上面就会有你比如说第一个这个律师事务所奏发这个这个，然后里面就会有写嘛这连律师他都肯跟我作证，对不对？律师他不可能说为了那个做假证的啦，为了这个风水老师去做假证你看这个，因为他同意提供全名啊，所以你看我这个名称啊、电话、地址，对不对？然后我还有这个视频解说，对不对？还有这个文字然后你看地形也有这一间 A 这里这一间对不对？你要地形，你这样才有办法量出它的度数嘛，你才有办法去印证然后你看还有这个他写的 email 这个这个对方写的 email 这律师他们很小心呐、他连内容要怎么写你看他都教我都不可以乱写的你们有空去看一下就知道了看一下我的那个阳宅调整案例这个你要有这些案例人家才知道说你那个是真的假的嘛，对不对？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李志忠这个案例你看的名字啊，对不对？电话哦，如果需要查证的，你可以跟我要电话，我可以给你然后在台湾大道这个你其实你看那建筑物，你就知道它是在哪里的了而且还有后续追踪，对不对？你看他接到那个将近10亿的大单，然后送我匾额这个我都有录起来这个整个案子从一开始帮他调完之后变怎么样，中间怎么样，后来再怎么样这个你看这过程都要写就看这栋大楼我调完之后他买这栋大楼然后这栋大楼这平面图也是我帮他规划的然后今年又接获到这个10亿的大订单你看这个都是我一清一楚你看这个都是我这个是那时候帮他买大楼的时候，我去采访他的然后这个是他接获10亿订单的时候我采访他的你看这个都是一清一楚都要这样子这样子人家才有办法考证说这个案例是真的假的嘛哦，就是要这样子
每个案子我都尽量把他的名字、电话、地址还有卫星图、平面图如果有的可以的话，我都尽量我都尽量帮他把它用出来那你这样子才有办法做印证啊。那当然还有很多例子我没有放上去了懒得放上去了。就是要这样子你要用这两个方式去印证那个老师他肯不肯教你，还有他的观念是不是正确，知识是不是正确啊？这两个符合了你才可以放心跟他学。不然的话你阳宅风水这种武术这种的话不是说你认真就一定学起来。老师如果不肯教，秘诀不肯透露，有的你学了一辈子，你也是学不会。好，那我们这个影片就讲解到这边